家发现了没有？今年的月饼卖不动了，据说有3亿人都不吃月饼了。马上中秋节了，酒卖不动了，大闸蟹卖不动了，月饼也没人买了。那是因为大家都觉醒了，不想再当韭菜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今年的中秋节本该是团圆欢喜的日子，却成了许多人心里最寒酸的一年。有人抱怨说公司发的福利太少了，还有人愤愤不平。大企业一年产值上千亿，却只拿一块月饼来打发员工。小企业呢，更是干脆什么都不发。别人中秋节发一堆礼物，我们是要交钱的。中秋节就发这点油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月饼就没一盒，就发这么点多。你们老板发的什么福利？我想问问，第一次碰见这摩扣的老板，中秋节公司的福利，饼前一个干脆面，一杯可乐，饼了还要按手印。我想问问中秋月饼呢，饼钱代替吗？有比我们厂老板更抠的吗？按我们单位发的中秋福利，健力宝1箱，啤酒1箱，沙棘饮料1箱，这是一盒月饼，冻鸡翅和冻鸡腿，这个是各种水果，还有米面油。有的网友甚至拍视频自嘲，用抽象手法假装公司发了山珍海味，实际上呢，什么都没有。哈哈，中秋节发福利了，发福利了！来，看看我们公司的是啥？看看公司的是啥？这一车都装不下了。那个猫山王的榴莲，啊，软籽石榴，啊，这边是那个阳光葡萄、阳光玫瑰，库尔乐梨，啊，这边还有一箱那个健力宝，啊，这米面油咱就不说了，啊，米面油，完了哦，对，这完了，这包里还有一张啥？那个来给你看看。京东的这2000块钱的这个购物卡啊，别丢了。我天，要不说这个公司的实力是咱们员工的脸面。你们看吧，我这是骑电动车回家了，这都勒手。我这是要坐地铁，我说白了，我都得横着走。你们就是说腰杆谁的都没有我的直。在苏州的工业园区里，有一位做人力资源的博主感叹，中秋节一到，本土企业和外企在福利上差距立即就显现了出来。有员工向我吐槽说，闯王，你看看我们公司发的月饼啊，就发了一个小月饼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拿得出手的啊。那么大个企业，那么大个公司，对吧？连产值几百个亿、上千个亿的，给员工发月饼发一个啊，有些呢更过分，一个都不发啊。你看我们这边有很多外资企业，人家都发了成箱的一大箱月饼，人家不仅有月饼啊，人家还有水果啊，还有那个牛奶，对吧？人家感觉一盒月饼都拿不出手，你们倒好意思啊，一个月饼都拿不出手啊，对不对？一箱里面大概6个到8个，你把它拆开之后一个个的发，我的个妈，这是人干的活吗？这是人干的事吗？那么与此同时呢，对比却残酷的存在着。有人中秋福利是整车的水果、米面油、饮料，还有购物卡，而更多普通打工人却连一块月饼都拿不到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的苦笑。这些吐槽的背后，其实折射的不是月饼多少的问题，而是当下经济的真实的困境。企业日子难过，能省则省，员工压力更大，工资不涨，假期缩水，福利消失。还有人调侃，福利没有那都是小事。他以前公司抠到连喝水都要自费，连插座都不给配，手机充电都成了奢侈。这个公司过节连点小礼品都不发，我说白了，这公司基本上就走到头了。就那点小礼品能值几个钱？公司正常的一些东西就该提供啊，空调、水这些东西不都是应该的吗？我之前一个公司水要自己花钱买，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我都不知道，月底的时候有个人进来送水，我以为是公司的人来送水的，然后我同事跟我说，你把钱转给他吧，他付的钱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喝水是要钱的。画饼我都不说什么了，你这是连手指头都懒得伸出来画呀，骗都不带骗一下了。那个公司真的很夸张，我的座位上甚至没有充电口，就是连个插座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电脑。我手机要充电，要不然就去门口那个插座上充，要不然就坐我座位上直接拿我那个 USB 插电脑上充，充的巨慢。手机只要不熄屏，掉电的速度都比充电的速度快。除了办公室，我真正工作地方是在旁边的一个大仓库，这个仓库更夸张，信号巨差，办公室的 WiFi 都伸不到那个仓库里边。为此我专门还开了一张流浪卡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工作感觉到处处不顺心。仓库玩手机没网，
办公室玩手机没电，累了没水，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挺过来的。就那破公司还天天画饼，甚至还说要搞什么企业文化，有的有文化的，但全是糟粕。网友最后表示，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现在反而觉得很满足，因为现在新公司终于实现了喝水自由。但可悲的是，这种理所当然的待遇在一些公司却被剥夺了，让员工感受到的不是关怀，而是冷漠。那么还有人拍视频实名举报公司的不良的行为。我实名举报我们老板，中秋国庆8天假，1天假都没有，不仅要上班，而且没有3倍工资，连红包连月饼都没有，而且如果你请假还要扣3倍工资，家人们谁懂啊？不过呢，也有的工人则直言，放假虽好，可意味着没钱赚，哪怕想家想休息，也得硬着头皮继续干活儿，因为生活逼得他们没有选择。马上那个中秋节了，中秋哪有节假日啊？不上班，你回家待着就没有工资。咱们还是希望不放假。希望当然是放假，宁可没钱也愿意放假。这得看我们领导的，看工队这活儿进度怎么样，着不着急。您想放假吗？就作为我们来说，还是不放假的好。不放假能赚钱。对，是实话。想是肯定得想啊，是点是想放假，但看领导的安排，安排好哪天回去。中秋的话，您休息吗？基本上是不休的，看上级安排。您想休息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上班啊，挣钱啊。中秋咱回不回家？不回家，到放假的再回去。没法回去啊，都是为了生活嘛，家里也不富裕嘛。不放假，咱回家也没事啊，回家也可以回家。工地上放假也好，不放假也好，这是自己的决定，也可以说想回家的时候就回家了嘛。另外，像今年的中秋节成了有史以来最冷清的一年。往年临近佳节，阅兵区总是人头攒动，礼盒更是成了走亲访友的标配。而今年呢，却是一反常态，整条街的月饼堆积如山，却几乎是无人问津。今年是怎么了？看看这些礼品盒的月饼，咋就没人买了？是人情淡薄了，还是没人送礼了？以前我记得中秋节的话，就像这2天买月饼的人真的是很多，因为都要送人啊，送长辈啊，送亲人啊，送领导啊，都会买这种盒装的月饼像这一盒一盒的月饼都会拎去送人。但今年这些礼品盒放在这里感觉不动啊。像今天的话，应该是送的最多的时候你看这里都是冷冷清清的。都没人，不少批发商们的库存爆满，不仅利润无望，连搬运费、仓储费都收不回来，直呼是血本无归。一些经销商大哥无奈地表示，到现在为止一盒都没卖出去。月饼今年是彻底卖不动了，对吧？一位经销商大哥就直接摊牌说，到现在为止月饼一盒也没卖出去，而正常的礼盒还能卖一点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别光说大家不爱吃了，你看看现在的月饼，里面这样素那样记的各种各样的。有网友就说，我家的月饼去年买的，放到现在都还没坏，这保质期也太良心了吧！哈哈，以前抢着买什么榴莲买大红月饼的，现在放在货架上积灰了。虽然敢吃辛辛苦苦攒的钱，总不能送医院吧？更离谱的是商超里面那些花里胡哨的礼盒，打开一看就4-5个小月饼，张口就要100-200。有媒体报道很多月饼加工厂都处于半停工的状态，原因是月饼订单销量少。与此同时，各大商场和超市还没有到中秋节呢，就出现了打折促销的情况。以往非常热闹的月饼市场现在变得异常冷清。那么为什么月饼卖不动了呢？这不仅仅是没人吃这么简单。网友直言，现在经济压力普遍存在，当前就业形势严峻，许多家庭收入下降，甚至呢有人还面临失业，消费变得更加理性。过去中秋节时，人们愿意花钱买月饼来送礼应景，但如今呢，在能省则省的生活原则之下，连节日消费也是大幅的缩水了。那么还有网友从消费者的角度总结出了一系列现实而又扎心的原因。今年这个中秋节，我看这个月饼要崩盘了，什么榴莲月饼啊、传统月饼啊，无论你卖什么概念都没人买。这是我附近最大的一个超市，
这附近的人流量也特别的大，但是这个卖月饼的区域，你看一个人都没有，没人去买这个月饼了。是消费降级了，还是现在人不爱吃月饼了？是有的是现在说剩礼啊，我老家那亲戚都说不要买月饼了，大家都不喜欢吃。有的时候真的家里面如果别人剩了一盒月饼，其实也是一种负担。我总结了5个理由，一条比一条现实。第一就是15的月亮16元，16的月饼才10元，中秋之后买月饼就更便宜了。第二就1两正的月饼，它的包装都正了，差不多1斤了。4个月饼168的话，其实这个成本才60块钱，包装都去了100多块钱，真的性价比就不高了。第三就是去年的月饼，有网友说放在家里忘记了丢掉的，有的是特意留起来的，看看会不会坏。我没发现，今年还好好的，所以就谁买谁面馋。第四，就大家只剩不吃了，买一盒月饼就你传给我啊，我传给我这个亲戚，那个亲戚传给他，他又传来传去，又传回给我了，所以一盒月饼就够了。第五呢，吃月饼本来寓意着什么呢？就是中秋节，就团团圆圆的。但是很多人说，今年中秋节对于打工的人来说，只有1天假，1天假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法团圆了，所以他也没必要去买这个月饼了。总结了这一点，可能大家也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好买了。有的是说消费降级，也是一种原因之一吧。更让人心凉的是，小卖部、便利店等终端商户也在叫苦。怎么今年感觉越过节越没有人，没有过节的气氛，很冷清，比平时人还要少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半，营业额高达759米，这个某宝里面收了35米，再减去我昨天晚上熬到凌晨3点多的200多米，你看看白天一天也就卖个500-600米，根本就没有啥人，这能像过节吗？那有些网友就该说了，你这小卡拉米没生意是正常的，人家大老板买东西也不到你这小店去买。网友说的也对，咱这小卖部小卡拉米确实做不了大佬的生意，但是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啊？咱没有大单，小单也得有啊，走个1条2条的口粮，卖个1瓶2瓶的8加1，这总该有吧？就这都没有，就卖点老头乐，卖个几瓶水，看着满柜台的库存到处都是，几乎一水的老六。网友表示，他开的这个小卖部已经10来年了，哪一年不是缺货？偏偏在今年库存堆的是满满当当的，一点都不缺。就在去年这个时候，他还在四处找货，联系供应商，恨不得多进一点。可是在今年卖都卖不完，哪怕是1个月不订货，货架上存货也能够撑得下来，根本都清不掉。眼下的情况，连自己都觉得生意和库存已经完全脱节了，就像是让一匹小马拉大车，或者把一辆大型的 SUV 配上1.2排量的小发动机，根本就跑不动，一打火就熄火。这样的搭配，别说跑起来了，连带动都带不动。平时呢也没有多少客流，全靠过年过节这些高峰期来回血。要是连节假日的生意再熄火，那可真的是屋漏偏逢连雨天。就像小寡妇过春节，冷清的透心凉，那种凄凉真的是到了头了。外界还有关注到，就在节日来临的前夕，美国将月饼贴上致癌标识，一时激起了千层浪。消息传出以后，原本寄望中秋档期翻身的月饼市场瞬间跌入冰点。友友们，在美国卖的月饼今年全军覆没了啊，全被打上这致癌物风险提示标签。打这个标签主要是因为这个产品都含有这个丙基酰胺的抗醇，它这个风险是有可能致癌，还有对生殖系统造成破坏。对吗？这些产品都有，可是生产工艺的问题。博主说，丙烯酰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过程污染物。只要是油炸或者是高温烘焙的食品，就可能会产生它。糖醇则是一种化工的溶剂，常常作为香精香料中的杂质出现。那不管是高端的礼盒还是普通的月饼，几乎都可能检测出这类的物质。月饼几乎可以说是重灾区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消费者对月饼的信任度也在快速下滑。有网友吐槽说，自己买的月饼外面足足裹了好几层的包装纸。拆开后呢，甚至怀疑是不是过期货重新打包的。更有网友晒出经历，
刚买了3天的月饼就开始发霉，评论区却是一片点赞，因为这反而成了良心月饼的象征。2025年最震撼的翻转可能就是这个啊！某网友网上曝光一家月饼厂买了3天的月饼就发霉了，评论区一看呢，全都是为老板点赞的良心。月饼3天就发霉，肯定没有科技与狠活，这个月饼能买。在这个看似团圆，实则寒意刺骨的中秋节里，月饼成了最沉默的见证者。它见证了企业在寒冬中节衣缩食，也映照了普通打工人生活的拮据与无奈。这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，更是社会信号的放大器。它反映的是整个经济环境下行的背景之下，每一个普通人正在面对的选择与困境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